公司人事通知，因为你的学历不达标，不符合岗位任职要求，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今日内办理离职手续。看到短信了吧？不用我再多废话了，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吧。马哥，为什么？我刚抢修完线路，厂子电路刚稳定，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裁员了？我这7年从来没出过差错。不是出不出错的问题，是公司新规，从今天起，所有技术岗对学历有硬性要求。新规？什么时候出的？我从来没听过。厂里所有电路都是我在维护，老线路的问题只有我清楚。现在突然裁人，公司要发展，要升级，得打造高素质团队。你根本不符合我们的用人标准。文凭，文凭就这么重要？这7年，厂里大大小小的故障，我哪次不是随叫随到？刮风下雨，通宵抢修，我哪次掉过链子？你告诉我，我这7年的实打实的技术和经验，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急了，这就急眼了。说实话，我就爱看你急眼的样子，明明没本事，还偏偏不服气，看着真有意思。马红发，我跟着你7年，从你建厂一无所有到现在厂子规模翻倍，你就这么看我的？别跟我提以前，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年头，电工一抓一大把，你别真以为这个岗位离了你就不行。我劝你识相点，安安静静收拾东西走人，别在车间里大吵大闹，丢人现眼，也给自己留个体面。他根本不知道，这厂子错综复杂的暗线，别人不是修不了，是修不起。全线停产，巨额损耗，只有我这个普通电工能零成本、零停产，死死稳住这帮老化的线路。不是岗位离不开我，是他的命脉离不开我。7年前，他可不是这副嘴脸。赵峰老弟，我知道你是正经持证电工，技术扎实，咱们一个村长大的，知根知底。我这厂子刚起步，实在是太难了。红发哥，你这老楼线路太老化了，隐患特别多，后续维护会很麻烦。我知道麻烦，可我这厂子是借遍了所有亲戚，背了一屁股债才撑起来的，没人愿意帮我呀。电路3天2头跳闸，鸡苗最怕断电，再这么停几次，这批鸡全得死。赵峰老弟，要是这批鸡死了，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你就当帮帮同乡兄弟，过来帮我稳住电路，厂子以后做起来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赵老弟，饲料机坏了，都是维修的活，你顺手修了呗，不会就学着点。我没学过做生意，不照样当老板？行，我抽空看看，尽量修好，不耽误进料。赵峰，今晚陪我去见个客户。门卫说你酒量好，帮我撑撑场面。放心，喝坏了我带你去医院，绝对不让你吃亏。马哥，我晚上还要检查车间线路，怕赶不回来分拣。晚点没事儿，不差这一次。巡检，我也得过去看看。客户重要，帮我搞定客户比什么都强。赵峰，我老婆孩子在市里逛街，你开车去接一下，具体位置你自己打电话问，务必安全送回来。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啊，都是自家人，帮点小忙怎么了？厂子都是靠大家互相帮衬才撑起来的，别这么见外。前2年我跟你提涨工资，你也是说都是自家人，谈钱伤感情，让我再等厂子稳定。我等了7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厂子稳定了，就要讲企业规范。你跟不上公司的发展，就该被淘汰，这很正常。行，我懂了。原来所有人都知道，我要被踢走了，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盼着苦尽甘来。你爸呢？让他出来见我。1个月前，厂里办公室主任前脚刚走，马红发后脚就把刚毕业的亲儿子塞了进来。哼，从他踏进厂门的第1天起，这安稳了7年的地方就彻底乱了套，再也没有一天安生日子。我跟你们说过无数次，咱们厂子要往现代化准上市企业发展，做任何事儿
都要讲过程管理，讲效率意识，讲责任闭环。哪怕是喂鸡清理鸡舍，也要提前写好执行方案，走完审批流程，完工后上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我喂个鸡还要写感想？就是啊，都下班了还讲，家里的孩子都没人接啊。你们以前的工作方式太粗放、太散漫、太不规范，是我在帮你们纠正陋习，带你们走上正轨管理的路子。你们应该感恩我。真正的祸根是在上周，马文博嫌现有产能太低，一意孤行，非要强行上马这套大功率的新流水线。可这厂房本就是老旧楼房改造，线路老化严重，承载力极低，根本带不动这种大功率设备。一旦开机，轻则全线掉闸瘫痪，重则起火爆炸。文博，不能装，这线路承载不够，大功率设备一启动，整条线路绝对过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太危险了。多大点事儿，不就是供电吗？电路原理都是相通的，设备接上就能用，哪有你说的这么危言耸听？老楼线路和新设备功率不匹合，这是最基础的电路常识，不是你想当然就能用的。一旦出事儿，全厂都要遭殃。我看你就是不愿变通，故意阻碍厂子发展。你要是非要强行上马，我阻止不了，我只能向消防和安检部门如实报备，出了事儿谁都担不起。我当时只想着厂区安全，却没想到那一次把他得罪了。今天这场裁员就是他在借机报复，清除异己。今天的裁员短信是你让你爸发的。赵叔，话可不能乱说，我这不是开除你，是公司依规办事而已。你长期不符合公司考勤管理制度，频繁脱岗，不在工位，公司按照规章制度处理，合情合理。你自己看记录，这么多缺勤、早退、脱岗记录历历在目。工厂要正规化管理，不能一直纵容员工散漫偷懒。荒谬！我是维修电工，不是坐岗文员。设备线路没故障，我守着空位干什么？哪里坏了，我第一时间抢修。7年了，刮风下雨、凌晨半夜、停电故障，我哪次不是随叫随到？我总工时比厂里任何一个人都多。我家里有母亲要照顾，有孩子要接送，偶尔处理点私事，从来没有耽误过厂里半点工作。鸡舍养殖的事儿跟我的电工工作根本不沾边。你让我写自评报告，哼，你是想逼我造假，还是想逼我走人？你看，一说制度就激动，一说规范就情绪化。赵叔，我不是看不起你，现代企业管理是系统专业的学问，你没接受过系统教育，确实很难理解正规规则。学历从来不是唯一标准，但规则意识、规范意识、团队同频意识是职场底线。你现在这个心态，根本融入不了我们的管理团队。我彻底看明白了，他铁了心要栽赃我、赶走我，再多的辩解都是徒劳。要我走可以，把你们欠我的工资给我结了。从此时此刻起，你被公司正式开除，全厂即刻发布通告，赵峰是因多次违反厂区制度，拒不配合管理，煽动员工情绪，被依规辞退，没有任何经济补偿。拖欠工资只结算你基础出勤部分，其余所有补贴赔偿，你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就算闹到哪里都没用。马老板，我求你了，赔偿我1分不要，我认了。你把我4个月的辛苦工资结给我就行。我家里真的难，老母亲要吃药，孩子要上学，你不能这么逼我。罢了，看在你在厂里干了7年的情分上，我可以给你一次留下来的机会，但是薪资重新核算，每月固定4000，没有任何额外补贴。现在技术人才遍地都是，我愿意留用你，已经是最大的照顾和宽容了。你本就没有任何优势，更该懂得珍惜岗位，踏实做事，而不是肆意闹事，不知好歹。马文博，你别太过分。过分？你可以随便去告，劳动仲裁、法院诉讼，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资源跟你耗，但你耗得起吗？你家里等得起吗？
你母亲的医药费，你家里的开销能等得起漫长的官司流程吗？实话告诉你，就算你侥幸赢了官司，我也有100种方法拖着不结账，拖到你主动放弃为止。这栋老楼改造的厂房线路隐患有多致命、多危险，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一意孤行，瞎改设备，强行上马大功率流水线，迟早要出大事儿。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人就是被开除，心怀怨恨，心态扭曲，故意诅咒厂子，恶意抹黑厂区。我把话放在这儿，以后厂里任何线路故障、设备问题，一律优先怀疑是他蓄意报复、恶意破坏。峰哥平时对咱们那么好，怎么突然就被开除了？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你懂什么？跟老板硬刚，能有他好果子吃？要我说，这就是老实人没本事，活该。嘘，少说两句吧，别到时候连累咱们。我不能冲动报复，更不能鲁莽胡闹。但我这7年的血汗，被拖欠的工资，被践踏的尊严，我一定会用合法的途径，一分不差，一丝不少，全部拿回来。至于这栋隐患重重、随时可能出事故的老化电路，我仁至义尽。从今往后，厂子的生死安危与我再无半点关系。7年卖命，到头来一纸辞退，一句学历不够，就被随手丢掉。家里老母要吃药，孩子要上学，我一把手艺竟落到突然失业、看人脸色的地步。冲动解决不了任何事，吵架闹事只会被他们拿捏把柄。我不能垮，家里还等着我撑着。欠我的工资、社保、尊严，我不急，我慢慢等你们翻车，走正经路子，一分都不会算了。本台快放：我县重点民营企业鸿用禽业完成全面扩建升级，有效带动本地就业与经济发展。接下来，有请我县青年企业家鸿用禽业负责人马文博为大家分享企业发展经验。我厂始终坚守诚信经营、安全生产的核心理念，深耕养殖行业，严控每一道生产工序。如今订单接到手软，产销两旺，这就是脚踏实地、坚守本心的回报。好人自有好报。爸爸，这是村口吴伯伯给的饮料，他说谢谢你前几天帮他店里修好了电路，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丫头，今天去吴伯伯店里怎么没买你爱吃的小零食啊？你以前跟我说吃糖太多对牙齿不好，我就不想买了。而且零食有点贵，没必要花这个钱。傻丫头，别担心，爸有钱，不差这点零食钱。爸，我知道的，你现在没有工作了，我以后不吃零食了，奶奶还要吃药看病，家里要省钱。马总，有不少市民网友提问，会厂区由老旧居民楼改建而成，原有建筑年限久，大家十分关心厂区供电、消防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另外，网传企业前段时间进行过人员大幅调整，是否存在用工争议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厂所有线路全部重新整整，图纸备案，消防、供电设施全部升级，完全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不存在任何隐患。至于人员调整，那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坚持择优录取，优先聘用高学历、专业化人才，这是对企业负责，更是对行业负责。做正规企业就要摒弃陋习，绝不能让学历不达标、毫无规则意识、只会情绪化闹事的人拉低企业水准，影响企业形象。爸爸，别看了，他说的全部是实话。你在厂里辛辛苦苦守了7年，没日没夜抢修维护，他根本一点都不懂得珍惜你的好。丫头，爸就是想告诉你，以后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别像爸一样被人看不起，被人随意拿捏。爸爸，你一点都不差，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厉害的。整整7年，厂里电路从来没出过一次大问题，刮风下雨半夜故障都是你顶着上，你的厉害是真本事，根本不是一张一个马厂长能比的。谁教你说这些话的？小小年纪懂这么多？是吴伯伯跟我说的，他说爸爸手艺特别好，做人踏实，早晚有人看中你的本事，不用跟那些不珍惜你的人置气。
电工立身靠的是经验、手艺和责任心，从来不是一张轻飘飘的学历光环。当年马宏发为了极致省钱，舍不得彻底更换老旧线路，抱着侥幸心理，让我常年在高危旧线路里冒险抢修、带病维护。他只在乎成本和利润，从来不在乎安全隐患，更不在乎我的死活。被辞退之前，我早已排查出厂区主电线严重老化，绝缘层完全破损，承载力彻底超标，根本无法适配新大功率设备。一旦强行开机，必然过热、短路，甚至整栋楼都会受影响。我本打算正式书面提醒，报备隐患，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马文博无情赶走，刻意构陷。他们靠着压榨我的血汗，靠着吹牛造势，包装成明星企业、青年企业家，妄图冲刺上市，风光牟利。既然他们不讲情义、不守规矩，钻进法律空子，那我就用最合法、最稳妥的方式，拿回我7年该得的工资、赔偿和公道。带领全县致富，明星企业家，高材生，那我就等着，看你这纸上谈兵的高材生到时候能不能扛得住，别当众哭出来。喂，你到底怎么修的电？好好的电线被你改得一团乱，厂里刚刚全线停电了。我请了好几个工程师，全都修不了，一个个都跟我要电线走线图。什么走线图？我从来没见过，是不是被你带走了？说话啊，哑巴了！别给我装死，赶紧吱声。哦，停电了啊！停电就找电工修呗。你在电视上不是说厂里设施图纸一应不全吗？啊！赵峰，别妄想蒙混过关，厂里现在停电，根本原因就是你乱改电线。明天客户要来视察，限你15分钟赶到厂里，中午前必须让设备全部启动，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5百货新上了一批恩江绸爆牌茶叶，可香了，你要不要来一点？赵峰，注意你的态度！我不就批评了你2句吗？领导批评你，你忍忍就行了。一点小事就阴阳怪气，不成熟，还没责任心。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回来。说辞职就辞职，厂子有难你甩手不干，你让我找谁？你哪来的脸不干？我已经不是厂里的员工了。你现在是了，我正式通知你复岗。但这次停电是你失职造成，活你必须干，工资1分钱不会发你。小惩大戒，这件事过后，你自己好好反思。这也是我给你的激励，帮你早点像我一样自立自强。那我现在辞职，我这种混吃等死的蛀虫，回去上班纯属坑你。你也该好好反思反思，为啥自己这么不要脸？赵峰，根据我的了解，你这2个月的求职履历并不顺利吧？家里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处处都需要现金流，这种经济焦虑应该让你夜不能眠才对。不过，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止损的方案，你回来复工，月薪给你开到8000。怎么样？面对这种能够立刻解决你生存危机的工资，你的心率是不是已经开始加速了？他在虚张声势，新设备一用就停电，功率肯定超大，规模不小，厂子没多少家底供他挥霍。这2个月又招了不少人，还有那么多机，一停电，晚上睡不着的人是他自己才对。马老板，我今天算是开眼了，8000块，你还是留着请你的高学历人才吧。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栋楼的线路本来就严重老化，上大功率设备必出问题，继续硬撑很容易着火。着火？赵峰，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吓唬我。现在所有设备都到位了，一停电，机群马上要出大事儿，你别跟我公报私仇。我没公报私仇，我只是提醒你，我现在要给我女儿修灯，比你的事儿重要。
赵峰，赵叔，我求你了，厂里急死一半，客户要催赔，银行要收贷，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只要帮我修好店，多少钱我都给。你干什么？各位网友，大家看好了，这位就是鸿运勤业的马厂长高材生，之前公开说我手艺不行，不配进他的高素质团队。现在这位精英正跪在底层电工面前求着修店，是不是工作太忙，把脑子累坏了？你的工资我1分钱也不会给。大家听听，这就是他嘴里的规范管理、高素质团队。985修不了电线，普通电工救你命。前一秒看不起底层，后一秒跪到底层面前。典型读书读傻了，不懂尊重人。恶意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恶意歧视，漠视生产安全，问题非常严重，限期整改，否则停产整顿。我知道错了。马厂长，你欠我的，全网都帮你记着。赵峰，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隔壁县最有名的刘师傅，修了40年店，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我就不信这破厂子离了你就不转了。刘师傅，这线太乱，您给捋一捋；这闸老跳，您给换个大的。怎么样，刘师傅，能修吧？钱不是问题。修不了，这活谁爱接谁接，反正我不接。为啥呀？不就是几根电线吗？小伙子，你别坑我，这墙里全是死线，连张图纸都没有，线管里还全是水泥，我敢动一下，短路起火，一厂子鸡全烧死，我这把老骨头得去坐牢。这钱我有命挣，没命花。这厂子里的每一根线，都是他7年亲手埋进去的。除了他，这世上没人能解开这个死结。大爷，您怎么来了？小赵啊，我这手电筒坏了，想让你帮忙修修。大爷，村里会修手电的人不少，你特意跑过来，分明是有事要说。有话您就直说吧。小赵，上次的事儿是大爷对不住你，我也是没办法，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过日子，我真得罪不起马厂长。我知道你现在没固定工作，日子难，这是大爷惜一点心意，你收下。大爷，你来啦，正好，我爸总说您不容易，这鹅和蛋您拿一半回去，炖着可香啦。小雅，你家这是日子好起来了？那当然啦，我爸现在在吴伯伯那儿帮忙修店，一个月能挣8000多呢。吴伯伯还把10里8乡的维修活都介绍过来，我爸天天忙的都顾不上做饭。大爷，钱和东西您都拿回去，心意我领了，但厂里的店我真的不能再插手。那天你挂了电话后，马厂长又气又急，大骂你不识抬举，转头就高价请了好几支专业电工队。可人家一看是无图纸老旧暗线高风险作业，报价都很高，而且人家有言在先，只修电路，不负责设备，不做杂活。马厂长觉得被坑了，当场跟电工队大吵大闹，说对方敲诈。我劝了2句，实在不行还是把赵峰请回来，反倒被他迁怒。原来正经电工的报价这么高，我在厂里那7年简直是白白浪费了一身手艺。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喂，哪位？小赵啊，我是你马大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已经把这父子俩的号码全拉黑了，他竟然换号打过来。什么马大哥？我没有姓马的大哥，
倒是有个姓马的老板欠薪不还，你认识他吗？赵老弟，是哥对不住你，当年是你拉了我一把，后来厂子做大，我飘了，亏待了你，我心里一直不安。之前的事儿不全怪文博，是我没教好他，是我把钱看得太重，把你的情分全忘了。我已经是说过他了，这次我一定让他给你认认真真赔罪。咱们是一个村的，你帮我熬过大难，我却这么对你，是我不是人。好的，道歉我收到了，没别的事儿，挂了啊。别，小赵，厂子真的撑不住了，一停电机就大批死亡，客户堵门，贷款要逾期，我这几天整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当年你帮我抢修电路的样子。你当年把厂子当成自己家一样守，我却卸磨杀梁，我毁清了厂子。你的手艺，你的责任心，厂里没人比得了，这不是客套话，是我这2月才真正想明白的道理。我知道你委屈，你恨我，可厂子要是倒了，这么多乡亲也要跟着失业。我知道我没脸求你，可我实在走投无路了。马老板，你说笑了。你儿子出卖我之后，5百货和十里八乡都争着信我、用我，他们从不欠薪，还提前结钱。我靠手艺活得踏实，一点不缺成就感，你不必为我担心。小赵，是我算计你，拖欠的工钱该给的补偿，我一分不少都给你。我就是想求你给我个改错的机会。所以你是故意拖欠的？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我没资格劝你大度。咱们当年称兄道弟，我却把你当免费长工，你就算不帮我也是应该的。马大哥，你说的也对，都怪文博这臭小子太不懂事儿。他那天当众让我下不来台，我想回厂子都没脸回了，这像话吗？他不是要给我道歉吗？道歉得有诚意。我们开个全场大会，让他当着所有员工的面承认他错了。好，我这就安排。这么做既能还我颜面，也能让他真正长记性。一定让他给你赔罪，只要你能原谅我们，我亲自给你赔罪都行。只要他能做到，修电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好，谢谢赵老弟。这些年是我们对不起赵峰，他守了厂子7年，保障电路安全，我们没签合同，欠薪、歧视学历，全是我们的错。赵叔，还有所有师傅，对不起，之前是我傲慢无知，不懂管理，看不起你的手艺，还歧视你，辞退你，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厂里的电路隐患是我强行上设备造成的，跟你们无关。马少，你说你不懂管理，这张图纸赵叔给你画了3次，你嫌他画的丑，非要按你那套标准改，结果呢？那天半夜跳闸，赵叔连夜跑进配电房抢修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宿舍里吹空调，还发朋友圈骂我们是只会拧螺丝的。现在出事了，你才知道那是隐患。赵叔记了7年的巡检本，每一页都比你这个精英做得好。不久前，我也是这样站在高处，嘲讽他、贬低他，看他被众人围观取笑。那时我只觉得得意有趣，可现在轮到自己，我才明白这种滋味。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缝。我根本不是什么天才管理者，我只是个不懂尊重、不懂技术，只会耍威风的蠢货。赵叔，那本记录簿我一直没看，我真的对不起，我真的错了。道歉我听到了，马总，哭完了就把欠薪、补偿还有这次维修的材料费按正规合同算清楚吧。我是电工，我只认理不认人。钱到了，我去开工。来电了，终于稳定了。电我修好了，但老线路老化严重，不能长期硬撑，必须尽快整改线路，否则迟早会出事。赵师傅提醒过了，线路老化带不动，但是这批机怕热，温度必须降下来。
赵师傅肯定也是为我们机着想。这样，先把这几台新风机并进去试试。老线路确实吃力，但应该能撑过这几天吧。小赵，不好了，厂里又停电了，电闸弹不上去，机龙门全开了，机跑的到处都是。我就知道，我给总闸装的那个过载保护装置设定阈值是安全上限，他们不听劝，非要贪多求快，把新风机也强行并进去，功率超标，自然会跳闸。这是保命装置，不是机关。大爷，别慌，是过载保护启动了，不是人为破坏。都让开，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文博，手怎么样？没伤着吧？跳了，又跳了。这破店怎么专门跟我作对？没死，就是把自己吓破胆了吧？主交涉器输点烧熔粘连了，保护器强制跳闸。本来换个零件就能好，现在得把整组咬进器拆下来大修。马少，你这一把火，没把厂子救活，倒是成功把本来就脆弱的线路又往鬼门关推了一把。赵师傅，求你了！文博虽然没大事，但他魂儿都吓没了。这厂子我是真不敢开了，这店我是真不敢碰了。除了你，没人能镇得住这头电老虎啊！赵叔，我以前觉得电就是物理公式，今天才知道那是命。我服了，我是真服了。赵叔，我终于懂了，安全大于天力。知错能改是好事儿。赵叔，我想跟着你学电路，以后踏实做事。不用跟我学，你有学历有资源，踏踏实实按规范整改线路就够了。电这行太熬人，我打算彻底转行。那你以后打算做什么？我修电是守良心救活人，不是一辈子拴在你们养鸡场里。7年我守着你们的电路，耗了青春，耗了精力，也受够了看人脸色被人拿捏。往后我不做专职电工了，手艺我留着自保帮邻里，再也不依附任何厂子。我在村外看中了一片空地，打算自己开一家养殖场。我在养鸡场干了7年，养殖流程、鸡舍搭建、环境管控、电路配套我全都懂，不用看人脸色，自己当老板，踏实过日子。欠我的合法补偿结清。今天电路给你们整改到位，往后你们厂子的电路经营好坏，全看你们自己造化，我不再掺和。峰哥，你这脑子是咋长的？咋了？以前在鸿运那边，马家少爷天天拿鼻孔看人，也没见他把这摊子事整明白。怎么你这一上手，连这机缝的通风口、喂食的动线都跟教科书似的？7年啊，我天天盯着那些设备转，哪里容易坏，哪里设计不合理，我比谁都清楚。疯子，服了！主线分路、过载保护，连防雨防漏电都一次性到位。这线路走的比城里大厂的都规整，以后就算全负荷运转，也绝对没有老化炒火的隐患。干咱们这行的，电就是命脉。以前在那边，老板嫌翻新贵，总让我修修补补凑合用，出了事儿还得背锅。现在咱们自己干，用料必须后涨，安全一次做到位，绝不能留后患。是啊，跟着你干就是心里踏实。没错。懂养殖，懂电路，懂管理，这些本事长在自己身上，谁也抢不走。咱们就靠这双手和脑子里的经验，踏踏实实的干。
赵峰，你家的鸡养的真好，以后我们长期合作。怎么回事？刚稳定没多久，怎么又出问题了？老线路底子太差了，当年遗留的暗线混接，上管水泥封堵，加上暴雨受潮，绝缘层彻底击破，随时可能短路起火。马总，我们能修明线、换设备，但这老楼无原始图纸，暗线错综复杂，当年的走线逻辑只有赵峰一人清楚，我们不敢乱动，一不留神就会全线起火，触发漏电事故，担不起这个责任。完了，这次我们的厂子真的完了。这是咱家养鸡场建立的时候就埋下的祸根啊！文博，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如今整个行业谁不知道这老厂的底细？没人能摸清这暗线脉络，除了赵峰，只有他脑子里有那张活地图。可当初是我们把事情做绝了，你赵叔已经不计前嫌帮过我们2次了，我还哪有脸再去找他？如今人家自己开了公司，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凭什么要回头来帮我们？这报应是我们自找的。马老板、马经理，找我有事？我可以不原谅马家父子，可以不管于他们的亏损和报应，但厂里那些底层工友没有错，他们只是踏踏实实打工养家。当初你们卸磨杀驴，学历歧视，算计用工，我不会忘。我转行开养殖场，日子安稳，也不想再掺和你们厂里的是非。但我帮你们，不是看在你们父子的面子，是看在厂里几十号打工的乡亲，更是看在安全生产的份上。线路隐患不除，迟早起火盗电，出了人命，谁都担不起。谢谢赵叔，我们一定铭记恩情，再也不敢狂妄侥幸。我可以去给你们排查全部线路，手绘完整走线图纸，标出所有老化隐患点和整改方案，也能指导你们新电工按规范施工。但是我有3个条件：第一，我只做技术指导、出方案、画隐患，不回厂里任职，不做常驻电工，更不会被你们捆绑束缚。第二，必须全额投入资金，全线翻新老化线路，不能再心存侥幸，必须严格按消防和安检标准整改。第三，往后老老实实规范经营，尊重手艺，尊重基层员工，别再拿学历看人，别再卸磨杀驴。好好好，只要能救我们的机场，别说这些，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赵叔，太神了！这几天电路没出一点问题，也没再冒烟漏电。您这图纸真是救命的图纸啊！光知道救命不行，得长记性。这几天我盯着老李他们把隐患全挖出来了，以后你们自己也得按这个规范来，别再想糊弄。一定一定，多亏了您全程把控，这钱花的值，厂子终于能踏实生产了。踏实生产就好，只要线路安全，产能跟上，之前的亏损迟早能补回来。赵叔，大恩不言谢，但这钱您必须拿着，这是我的心意。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文博，你觉得我缺这点钱养老？这该收的技术指导费我按市场价收，多余的钱我1分不要。我现在有自己的养殖场，日子安稳，不图额外好处，只求问心无愧。你看那只轮花鸡长得多肥呀！咱们家现在真热闹，比城里好玩多啦。是啊，咱们自己干，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你看咱们马厂长，以前眼睛长在头顶上，现在也知道低下头来学本事了。小峰啊，你当初离开他那大厂子是对的，咱们凭手艺吃饭，不用看谁的脸色，这就叫自在。妈，您说的对，人这一辈子不必非得依附别人谋生，只要手里有本事，脑子里有经验，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天。我不记仇，但我也绝不迁就。
以前的那些恩怨，既然放下了，就不再提。但做人的良心不能丢，能护得住自己的1亩3分地，也愿意顺手给愿意改正的马家父子留一条生路，这就够了。